大家好，我是黄光利。今天这个视频要介绍一些关于手指独立的一些练习的原则。首先，关于手指独立这是非常多学生一定会练习到的，比如说像这样的练习，学生肯定练了很多。那最开始我要先提一下关于手指独立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呢，这是一个比较大范围性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手指其实它先天是不独立的。就比如说，因为我们会有肌腱，那这些肌腱连到这些手指的时候，有些是连在一起，有些它可能独立。那这个是先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后天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手指练到完完全全的独立。那的确有很多训练手指独立的方法，但是那些方法使用多了以后呢，手也很容易受伤。但我并不是说这些训练手指独立的方法不好，这些学生也要练。但是我要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过去曾经学过一些手指独立的一些方法，要用这个在练习上都是好方法，但是要注意不要只用这个，或者是不要练太多，这个非常容易让手受伤。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手先天它就是不独立的，这是一个先天的事情。第二个，我们在弹奏的时候，手臂一定会参与到弹奏，因为我们弹奏的时候其实是肌腱会带领的手指动作，而多数的肌腱是从下手臂开始长，所以很多的手指动作其实在训练的时候需要肌腱参与进来。因此有一种练习方法，比如说什么上面放个硬币啦，要求手指不动啦，然后只抬手指头，这种在初期会给学生有很好的成效，但是一样不要让他练太多。如果这个动作练成习惯了，会比较麻烦，因为他的手臂会参与不进来，那这个在未来他弹琴的时候会遇到大麻烦。好，所以这个是两个前言。那接下来，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手指独立会怎么练习呢？首先，我的建议一样，就是说我们先不要用钢琴，我们先用琴盖就好。然后，的确，我们弹琴之前，手指会像这样子抬起来。但是记得我前面所说的，手指本身不完全独立，所以这个会有个原则。比如说我今天要弹一指的时候 ，OK， 一指很单纯，我就单纯的抬弹，就这样下去。当我要弹二指的时候，尽量不要只有二指抬起来下去。然后我再强调一次，在纯初学的状态，让学生只抬一个手指头再下去，是个还可以的练习，而且会很有效的帮助学生控制手指。但是不要让它变成唯一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不要练太多。那我们更常见的练习方法是怎么样呢？我现在一指已经弹了，所以当我要抬二指的时候，我现在弹的是一指嘛，所以我要抬或者是我要弹的手指头在它右边的时候，所有右边相关的手指头会一起起来，用掌关节，也就是这个地方的关节会一起起来，然后下去。同样的，我现在已经是二指了，所以我要弹三指的时候，其实我3、4、5会一起起来。好，我弹了三指，这时候我要弹4指，那4、5就会一起起来。那当然，如果我已经弹了4指，那就剩5可以起来，会这样子的运动。同样的，假设我现在弹了3指好了，我现在3指已经弹住了，按住了。如果我要弹2指的时候，我2指1指会一起起来。好，所以这个是目前一个非常有名的方法的，算是一个改良版，但是目前非常非常多的钢琴家，然后包含一些有名的老师在训练学生弹奏的时候是使用类似像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手指头已经弹了，如果我要弹的下一个音在它右边，那所有的右边的手指头会一起像这样起来，然后把我主要的音符弹下去。同样的，如果我要弹的音符在左边，那所有左边的手指头会一起起来，然后弹下去。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学生一开始在做这个练习可以用琴盖练习，所以他会先弹一指，先练习这样子手指这样弹的动作。好，接下来一指他已经弹下去，现在要弹2指。那我说了一个纯粹的手指独立练习其实并没有那么坏，所以我会让他训练 OK， 你有没有办法单独的动2指？这个会很辛苦，我知道。好，弹个5次10次。接下来我们试试看，如果在一指保持的情况之下，能不能2、3、4、5一起起来，然后一起下去。好，这是在琴盖上所做的练习。接下来我要介绍再进阶一点的练习。再进阶一点的练习是这样的，我会训练学生一个保持音练习。那保持音练习一样，在初学的阶段会很迅速的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的手指机能，但同样的不要用太多，这个练习也非常容易让手受到伤害。所以比如说学生每天用这个方法练个3分钟、5分钟就可以了。
那怎么练习呢？比如说我现在先弹大拇指的音好了。好，现在大拇指已经按住了以后呢，我要弹食指，所以训练学生弹食指。也就是说，我保持住大拇指，然后去弹食指，然后起来的时候记得是掌关节起来，利用指尖这个地方往下。我再强调是掌关节把手带起来，利用指尖把手往下弹。那掌关节把手带起来的时候，你可能是2、3、4、5一起起来，你也可能只有2起来，这个没有关系。那如同我前面所说的，这2个练习其实在初学阶段都一样重要，所以我会训练学生单独的把2抬起来往下弹，也许弹个5个、10个。接下来呢，我会训练他一整片的这么样起来，然后下去。一开始学琴的时候，这2个方法会一样重要。随着学生越学越好，第2个方法会比第1个方法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不会独立的把一个手指头抬起，然后往下弹。我们会更倾向把一片的手指头一起抬起。好，但是我还在强调，在初学的时候，学生应该都要就是2种功能，就是2种技巧，他应该都要学会。好，所以这种是一个保持音，然后弹剩下4根手指头，所以他会按住大拇指，然后弹2、3、4、5。接下来他会按住食指，像这样按住食指，然后弹1，或者是弹3，或者是弹4，然后弹5。好，所以他会分别的按住1指、2指、3指、4指、5指。然后按住1指的时候，练习弹奏2指，比如说弹5次，3指弹5次，4指弹5次，5指弹5次。然后接下来他会按住2指。按住2指的时候，1指弹5次，3指弹5次，4指弹5次，5指弹5次，好，类似这样子。弹下去的时候，注意手指下来以后，需要像这样子，就是站得稍微弯一点，而不要像这样有折指。那折指的原因是因为它向下压，当然跟手指头力度不够，或者是触键方式不太好，各方面都会有关系。但是很经常性的它是这样压下来。但是你看我刚刚说的动作是这样，用这里把手抬起来。抬起来会用指尖，然后有点像这样咔嚓，就是好像一个小怪兽嘴巴咔嚓这样往下咬，所以那个动作其实不是直上直下，它是有点往前，然后这样滑下来，这样子咔嚓这样咬下来，所以我的动作会更接近于假设说我按住大拇指，然后这样起来，其实你会发现我起来不是纯的这样子直的起来，我是有点这样起来，然后这样滑下来。好，这个是比较进阶的动作。学生一开始学琴的时候，直上直下这个是一定要学的，因为这个是比较入门级的动作。如果入门级的都不会，那进阶的动作就不要学了。好，这方面他已经习惯了以后，其实我们真正在触键的时候，不太是直上直下，更接近的是像这样子滑进来的这种动作，向内抓的这种动作，所以他会学习到这样起来，向内，像这样。好，这是一个比较进阶的动作。好的，现在学生他一个音保持已经会了以后，再进阶一个的练习是什么呢？一样，他是保持了一个音，但是呢，他可以用任何2根手指头弹奏类似颤音，比如说我按住1，然后叫我弹2、3，比如说我弹3、5。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很有挑战性的一个练习。那按住1可能没感觉，比较难的，比如说你按住3指，然后要弹2、4，或者是按住3指弹4、5。好，所以也就是说，当学生一个手指头的弹奏，就是说我在保持一个音的情况之下，我弹奏一个音符，学生已经会了，就可以开始训练他弹奏2个音符。最后，我要介绍一个弹奏的时候怎么运用手臂的方法。因为前面有说，我们的肌腱都是从手臂开始，所以其实我们弹奏的每一个音，除了手指以外，都会带动手臂的一些动作。但是这个感觉又很抽象，因为的确我们手指头都在这里。那我要怎么想象带动手臂的这个动作呢？所以我现在以哈农为例，哈农第一首假设它是长这个样。那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可以像这样训练。首先他会先弹大拇指，这个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他会弹咪。好，根据前面的训练，所以他可以是这样子举起来，可以一起举起来，这个先不管他，反正他就弹咪就对了，是很单纯。但是这个咪啊，不是单纯的这么弹下去。你注意啊，我这样手拿起来的时候，其实我手臂有微微的一个旋转动作。我现在先夸张一下我的动作，它会像这样子旋转，然后这时候我会连弹、食指弹，带手臂旋转，连弹带转。然后连弹带转，所以现在我完整的做一次第1小节的示范。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会更倾向所有的手指头都会一起抬起来。就比如说我现在弹咪的时候，我2、3、4、5会一起起来。但是不会起来太多，因为我手臂还会有旋转，所以大概差不多起来到这个高度，这是极限了，不要再抬到这么高，就弹到这样就好。然后手臂也会有点旋转，然后下去的时候手臂边转，这里边弹，起来边转边弹，起来边转边弹，回来一样，2、3、4、5会一起起来，但是这个动作都不会很大，就是差不多起来到这样子就好，然后边转。然后边抬下去的时候，指尖下去，然后往下弹，起来，弹下去。好，使用这个方法，如果在弹哈农的时候，每一首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练习，或者是至少吧，比如说我1个星期会练6天，前3天用这个方法练习，后3天自由的练习。那这个对手指的整个机能的训练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强化。那这个方法它有一个比较专有名词叫 rotation， 就我所知道是一个目前也许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几个训练方法之一。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过去没有用过这个方法训练，我的建议是这样，每天挑一首哈农，用这个方法然后弹奏个几次，或者是好我就挑个5首的哈农，然后每一首弹1次都好。那这个方法对于后期手指跑动会有很大的帮助。